南，过来。听不懂？本王教过你，弄脏的东西要怎么收拾，还要本王再教你一次。萧云昭，大晕朝的摄政王，权倾朝野，杀人如麻，也是把我囚在身边整整3年的人。小姐，今天不乖啊！当年在马厩，你让我跪着收拾你鞋上的泥，我可比你认真多了。谁能想到，如今高高在上的摄政王，曾经只是身负一个人人可欺的马奴。哭什么？怕我，还是恨我？不敢，不敢？你从前可是敢得很。小姐，您又做噩梦了。谁准你死的？对了，我重生了。秋雨，那个马奴还没醒吗？回小姐的话，还没呢。那天您为了跟丞相府那位斗气，非要把人从集市上拖回来，一路拖到府门口，奴婢看着就剩一闭口气了。小姐，别来无恙啊！您怎么突然提起那个马奴了？要不奴婢让人把他扔出去？不要，这重生的时机当真是差极了。若是能早几天，我根本不会去买它。更衣，我去看看。这一世我不能再走老路，既然人来了，那就先想办法让他感恩，让他能庇护沈家。至于那杯毒酒是谁递的，我还需要一个答案。还很年轻，不像前世那个喜怒无常、眼神冷得像冰的摄政王。楠楠，疼了不许叫，你的命是我的，从里到外都是。别想了，别再想了，那些事已经过去了。杀了他！父亲功高震主，早就被皇帝忌惮。前世父兄战死根本不是意外，是局。沈家需要一个靠山，一个能抗衡皇权的靠山。萧云修是唯一的选择，我不能杀他，不但不能杀，还得让他活，让他记住我的恩。小姐，是想救我，还是杀我？这双眼睛太像了。想什么呢？我若是想杀你，何必请大夫来给你医治？哟，姐姐怎么大半夜的来这种地方？妹妹听说姐姐半夜急急忙忙往马厩跑，还以为出了什么事呢。哟，这马奴生的倒是不错，莫不是裴相公不理姐姐，姐姐寂寞难耐，沦落到看上了一个马奴？裴然，前世沈家一败，他退婚退得比谁都快。你打我！我再听到一句，你这张脸就甭要了。还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裴然，怎么惦记上未来姐夫了？我没有，没有。那你这深更半夜跑来马厩，是专程来让我划你脸的？姐姐，我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前世被囚3年，被毒死一回，重活一世还要听这种蠢货废，不如一刀划了干净。小姐，匕首很精致。那是什么？前世他袖子永远藏着东西，刀片、毒针、暗器，那是他活命的本事。这种东西叫指尖刃，见血封喉。怕什么？本王又不会用它对付你。刚才他是想杀沈音，还是想杀我？本小姐的东西自然是好的，你怎么样了？死不了。不过，方才小姐盯着我看了这么久，是在想什么？我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。那我这是叫小姐失望了。小姐，你的手在抖。小姐好像很怕我，为什么？因为前世你把我囚在屋里3年，因为最后我死得不明不白。小姐若无事，便回去吧。这地方脏，别污了您的鞋。脏是了，前世我常对他说的，只是后来。你既然醒了，就好生养着，伤好了就赶紧去当差。本小姐的银子不是白花的，这屋子简陋，等你好了，我再让人给你换个住处。毕竟你现在是我的人了，总不能一直住马棚边上。小姐人善，小姐，给我取个名字吧。他们说我是小姐买回来的马奴，既是小姐的人，总该有个名字。阿昭。哪个昭？朝阳的朝。朝阳出生，前尘尽扫。很突兀，很可疑，却莫名的不讨厌。好，
阿昭，谢小姐赐名。朝阳出生，前尘尽扫，真是天真。阿昭这条命是小姐救的，日后小姐若有差遣，阿昭万死不辞。来了，前世他也是这样说的，用这种卑微又诚恳的语气，然后我信了，真的把他当成一条任我取食的狗。后来这条狗长出獠牙，第一个咬的就是我。不用你万死，好好活着就行。小姐，希望我活，所有人都咒我死。糟了，说漏嘴了。前世所有人都盼着他死，只有我从没照过他一句，因为他若死了，沈家就真的完了。我花银子买你回来，可不是为了看你死。你死了，我的银子岂不是打水漂？我还留着你跟苏月较劲呢。你好好歇着吧。又是这样。放手！坏了，我是来训他的，不是来激他的。抱歉，奴才方才头有些晕，唐突小姐了。小姐可解气，要不这边也打一下？疯子，前世是，这一世还是。你好好养伤，我先走了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那马奴是不是？他醒了。等他好了，调去我院子里当差。是。前世，他也总爱埋在我近窝，轻轻吻。楠楠，好像。母亲，还有多久回来？老爷夫人还要2、3个月，边关军务繁重，一时回不来。还有2、3个月。沈家内部那些钉子必须提前拔掉。还好，还有时间。它是最毒的蛇，也是最锋利的刀。这一世，我要把这把刀握在自己手里。萧云章，我是没你会算计，但我唯一会的东西，你躲不了。莫白，将军府比想象中更容易进。主子去查，沈家有没有跟太子联系？还有，沈家嫡女沈楠楠近日见过什么人，说过什么话，事无巨细，都要。是。小姐，好香啊！这人真怪，明明受了那么重的伤，却跟个没事人一样。想早些报答小姐救命之恩。喏，小姐说你伤还没好，你暂时就在廊下听差。是。他就是小姐买回来的那个马奴，生的倒真好看。正屋、东厢、西厢，布局规整，守卫却不松散。这沈家嫡女的院子竟比想象中容易进。行了，就这些，没事别往正房那边凑，有事会叫你。对了，小姐还睡着没醒，别在廊下弄出动静。是。这一夜我竟难得睡了个整觉，没有梦见那座寝殿，
没有梦见冰冷的手指，也没有梦见最后那杯穿肠毒药，居然没做噩梦，是因为昨天见了活生生的还未长成的摄政王，觉得一切还有挽回余地，还是因为……小姐，您醒了，今儿气色瞧着好多了。是，没做噩梦是好事，可心里那根弦却绷得更紧了。萧云照醒了。小姐如今眉眼间像是被春水浸透了似的，愈发夺目了。手里拿着什么？小姐，这个月的月例，您看，50两。我是将军府嫡女，月例可不止这个数。谁送来的？二房那边的张嬷嬷。奴婢说这数不对，她说什么？说小姐您上月添了好几件新衣裳，又给院子里的人加了赏钱，账上支的多了，这个月就扣些回来，都是宫中的规矩。前世也是这样，将军府的钟馗一直是二兵主母同事在管。你凭什么克扣我的月薪？大小姐这是冤枉我呀！那时我直接闹去了二房，指着同事的鼻子骂，结果同事当众哭诉，大小姐冤枉我。听说沈家大小姐又规划了不少银子，她父亲还在边关打仗呢，真是不体恤边关将士。我后来才知道，同事就是故意的。父亲边疆战事吃紧，我这个将军府嫡女却在府里挥霍无度，这话传到市井之中，为日后沈家的通敌又积了一笔。蠢，真蠢！别声张。小姐，您不生气？去把府里这几年的账目拿来，不要惊动二房。你再去给我从外头找几个靠谱的账房先生。我一个跋扈的娇小姐，从不过问府内事务，但府中的仆役是知道的。秋雨忠心，跟我含沙射影提过几次，可我从没在意。前世边疆粮草告急，朝廷的军饷迟迟拨不下来，账上没有现银。我当时想着先拿府中的银子给父亲送去，谁想到同事非说账上没有现银。父亲就是在那一战之中等不到粮草，舍命突围，受了重伤。去吧，别让人知道。是。同事想让我闹，我偏不闹。我要等到账目清楚，证据确凿，还要等到我手里有足够的刀。比如他，前世他是摄政王，我是禁徒，从来只有我等他，没有他等我的时候。你过来，喝吧。他方才看我时，又是那种眼神，像是透过我在看别人。让你喝就喝，站了一上午，不渴？难得合口味。小姐赏的很香。前世他也常这样看我，像刚阉族的兽。糟了，拿错了。这是我刚才用过的茶盏，所以他看见了，还故意喝了。你晚上住哪？回小姐，廊下有值夜的地方。就睡廊下。是。行，那你歇着吧。不对，他刚才的眼神不是审视，也不是警惕，是饥饿。我之前的法子错了，我以为对他投其所好，施恩就能让他感恩。那是养狗的法子，他不是狗，他是狼。你喂狼，狼不会感恩，他只会记住你身上有肉味。你越躲，我越想要。躲没用，讨好也没用，那就让他以为他是猎手，但实际上饵是我下的。对付狼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训。秋雨，小姐，把我夏天那件寝衣拿来。还有那件藕色的小衣也找出来。小姐，这还冷着呢。叫你拿就去拿。是。藕荷色，前世萧云昭最喜欢我穿这个颜色。拿完东西，今天不留在这儿伺候了。今晚我要换一种法子。他跑了，每次我靠近一点，他就跑，像只受惊的兔子，明明怕得要死，还偏要摆出主子的架子，真是可爱。他看见我时，总像在看另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不能急，兔子会自己咬上饵的。小姐，你最好是真的图我点什么。醒了，做噩梦了，叫得那么大声，不怕本王在呢。这个笑太熟了，他越温柔，我越怕。是梦，没有玄色床帐，没有龙神像，没有那根要命的手指。不是梦。是前世无数个夜晚里的一个。楠楠，阿昭，小姐，我喊的是阿昭，进来的是阿昭，
他没有过来，和梦里的人不一样，和前世的人也不一样。阿昭，不是那个人，至少现在还不是。前世我从噩梦里醒来，萧云昭只会把我搂得更紧，直到我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。可这一次，他只是站着，什么都没做。不是他，你过来坐下。从来没人用这种眼神看过我，从来没人在害怕的时候喊过我的名字。你能不能拍拍我？再拍拍。像一只圈起来的猫，想靠近一点，想把他整个人圈进怀里，疯了，真是疯了。前世花魁教过我，男人最受不了的就是女人在脆弱时流露出的依赖。可我抓到了，萧云昭。是他又不是他，原来你前世那么早就对我动了不该有的心思，所以没什么比美色更有用。再加上前世对你的了解，若这一世真的躲不过，我甘心自己为饵，赌一赌这狼崽子的真心。小姐，不好了！大少爷听说您带了个马奴回梧桐院，表小姐搁那煽风点火，说那马奴不懂拳头罚人，我看着似是要动手。林婉儿还有兄长，不对，前世这件事明明是几个月后才发生的。前世林婉儿撺掇兄长对阿昭百般，那一次，兄长碾碎了阿昭右手的食指。楠楠，这里记得吗？是你兄长刺的。不行，绝不能让那根手指再断一次，绝不能让他和沈家和我之间再添一笔血账。小姐，血！表哥，都怪我不好，我不过是想来看看表姐，谁知道这奴才走路不看人，撞了我就算了，可他这马奴竟生得这样好看，凭什么？什么好东西都是沈囡囡的，连个奴才也长成这样。我就是想着这种不懂规矩的奴才，搁在表姐院里，万一冲撞了表姐可怎么好？行了，按府里规矩，冲撞主子鞭20，打发去庄子上就是了。表哥，昨日我听心儿说，她醒了之后对囡囡表姐说话都没什么恭敬，一个马奴，怕不是存了什么肮脏心思？你竟敢看我家囡囡！看来不给你点教训，你是不知道这府里的规矩。杀意，他想杀人。囡囡，你怎么来了？你鞋呢？沈润，我的嫡亲兄长，京城出了名的混不吝，可从小到大，我闯了祸都是他兜着，我要什么他都给我买，我欺负了谁，他撸袖子就上。沈润死了。那个从小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，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长枪。表姐，你别怪表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不该来你院子，也不该被这个奴才冲撞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兄长再被人当刀使，也不会让阿昭再记下一笔血债。林婉儿，前世抄家那日，我才知道那些信是你安人吩咐塞父亲书房暗壳里。那些信我都按你说的塞进表姨夫书房暗壳里了，你何时娶我呀？打开看看。里面是林婉儿的头，那是我怕萧云昭怕得要死，却也第一次对他生出一种近乎同谋的战力感，恨吗？蚀骨钻心。可现在还不是杀他的时候。表姐，你怎么亲自来了？这些小事让表哥处理就好。小事，我房里的人是赏是罚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外人来指手画脚？表哥，我只是好心。你好心，你是我沈家的客，就该有客人的本分。再让我听见你撺掇我兄长动我的人，你是不是忘了沈楠的鞭子也是抽死过不听话的人的？好，囡囡，别气，哥哥不是，是我儿子。兄长，下次外人的话少听。这草包怎么回事？以前不是三言两语的哄哄就好，今天怎么？毕竟谁知道人家安的是什么心？表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这奴才对表姐不利。他一个重伤刚醒、路都走不利索的人，能对我不利？林婉儿，你真的很吵，再多说一个字，我就把你的舌头拔下来。我说到做到。够了，楠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也是，早说是我妹妹的人，平白让我惹了楠楠生气。走，赶紧别在这儿碍我妹妹的眼。这一世，我一定要让哥哥活着，不是战死沙场，不是尸骨无存，而是活着，娶妻生子，儿孙满堂，活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，坐在院子里晒太阳。
好了，哥哥，你先带他下去吧，碍眼。我自己的人我自己处理。行，楠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当日没看清那个文官的样貌，就暂且留你一些时日。到时候，我沈楠楠定要将你千刀万剐。方才跑得太急，竟丝毫未觉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还跪着做什么？起来！我让你起来。前世无数个夜里，他也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为什么救我？方才，小姐完全可以不管我，任由大少爷处置了我，或是逐出府去。对小姐而言，岂不更省心？我说了，你是我花银子买回来的，就是我的东西。我的东西是打是骂，是留是丢，只有我能决定，旁人碰一下都不行。只是这样，不然呢？你还以为是什么？前世被他肆意摆弄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小姐今天跑得很急，鞋都跑丢了，怎么？怕我受伤，还是怕我记住这份恩情的方式不够让小姐满意？你胡说什么？不行，我现在是主子，他是奴，我不能露怯。我说了，我救了你，你的命就是我的，我的东西，我就算是丢掉不要，也不准别人碰，总不能白瞎了我的银子。总好像在透过我看什么人，这感觉很不爽。只是如此，不然呢？难道他察觉了什么？前世就是这根手指，还好一根没少。我是看你手指上有伤，结了痂，别沾水。他碰我，不是，是这人小心翼翼的，几乎连怜惜的触碰。为什么？我先走了。小姐昨夜，奴才拍了一夜，小姐的手一直抓着奴才的衣，抓得很紧，拽都拽不开。他怎么说的这么直白？那个，我那是做噩梦了，抓个东西怎么了？你是职业的，让你拍怎么了？他一说，感觉全变味了。那昨夜若是别人当值，小姐也会如此吗？让人上瘾。笑了，这是我重生以来第一次见他笑，虽然只是一点点，虽然很快就收了回去。不过小姐说的是，奴才职业，拍两下，应该的。这个人明明是狼，偏偏要装狗，可我偏偏知道这狗皮底下藏着什么样的獠牙。知道就好，我还有事。指尖似乎还残留着一点柔软的触感，和淡淡的属于他的香气。沈楠楠，这又是在唱哪一出？莫白，那女人查清楚了。回主子，沈家嫡女自有教养，并无异常，只是什么？他昨日忽然派人去查了将军府的账目，有问题。是，将军府近半数资产都被辅助二房挪动。一个自有教养的嫡女，忽然对一个马奴百般维护，又忽然开始查账，为什么？那不是骄纵，那是恨，进到骨子里的，压都压不住的恨。可林婉儿是他表妹，
一个寄居在沈家的表小姐能对他做什么？有意思。继续查。是。还有，他方才跑过来的时候，鞋跑丢了，那鞋去找回来。是。这只兔子比我想的要复杂，会自己咬饵的兔子固然有趣，可会下套的兔子，那才值得慢慢拆吃入腹。小姐，你鞋呢？跑太急，不知道丢哪了。小姐，你也太不爱惜自己了，万一扎着脚怎么办？奴婢这就让人去找。行了，先办正事。都拿回来了，这么少。账房那边死活不给，说二夫人吩咐过，府里的账目不能随意调阅，除非有老爷亲笔手书。奴婢好说歹说，管账的老童就是不开账房的。这些是奴婢找账房的小福子偷偷拿的。他说这是去年的旧账，二夫人让搬去偏屋，还没来得及入库，他就顺手顺了出来。前世我什么都不懂，只觉得这位二婶待我客气和善，对我有求必应，而这老头就是他娘家的亲戚。现在想来，沈家的银子就是这么一点一点被人搬空的，这更坐实了账里有猫腻。吃进肚子里的东西，想让他们拿出来，哪有那么容易？那现在怎么办？今年的账还锁在库房里，老童那边要是惊动了，你先放下吧，我自有办法。其实我也没底。前世在摄政王府3年，萧云昭倒是教过我看账，不，也不算教。他批折子时随口说几句，我就记在了心里。这账目比我想象的还乱，二房挪走的银子，明面上都做成了正经开销，可细看每一笔都对不上，光去年1年就有整整30万两对不上。30万两够边关将士吃多久的军粮，够父亲手下的兵换多少副盔甲。成银30万两，转京中商后福泰隆。福泰隆商皇，好眼熟的名字。还是囡囡戴着好看。这怎么在王爷手里？那时候萧云昭没有回答，只是眼神像在看傻子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时候他正在听访太子御打。太子，二房30万两，二房早就背着父亲投靠了太子。沈家世代纯臣，父亲在边关拼死拼活，可这些银子却成了二房献给太子的投名状。如果不是我赶到，那根棍子落下去，他的手指就……前世我一直想不通，萧云昭为什么会疯成那样，杀人不眨眼，手段狠厉，对所有人都充满敌意，就连我，只要露出一点抗拒，他也不会放过。若一个人从小到大一直被践踏、羞辱、伤害，被人按着跪在地上，被人骂作贱奴，被人当成随时可以丢弃的垃圾，那最后长出来的会是什么样的东西？狼崽子也不是不能学，只是这代价，我的身体，我的心，甚至可能又一次万劫不复。谁？小姐，奴才阿超，秋雨姐姐让奴才来送燕窝。这个时候送燕窝，进来。还好还在。小姐，燕窝还热着，放这儿就行，你下去吧。小姐，一会儿凉了，上位。这是在提醒我，前世在摄政王府，萧云章从来不管我吃不吃、喝不喝，我要是不吃，他就换种方式喂我，喂得我哭都哭不出来。秋雨让你送的，他人呢？是，厨房里忙着，走不开。骗人！秋雨那丫头，就算忙到死，也会亲自送过来，不可能让她一个刚进院的奴才单独进我屋。知道了。奴才告退。等等，你识字吗？识得一些。识得一些。前世我亲眼见过你批折子，一手行书写得比翰林院的学士还漂亮。那你过来帮我看看这笔。怎么不愿意？奴才不敢，只是奴才的身份低贱，怕污了小姐的眼。身份低贱？你以后是要当摄政王的人，现在跟我说身份低贱？让你过来就过来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这里，加错。这人看一眼就知道问题在哪儿。奴才多嘴了。不多嘴。你帮了大忙。前世他也常这样站在我面前，可现在
那个会把我按在榻上逼我叫阿昭的人，此刻正老老实实的站在3步之外。我倒是挺好奇，这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变成前世那个疯子的。阿昭，你以前吃过很多苦吧？前世我从来没问过这些，那时候我怕他，躲他都来不及，哪敢问他的过去。小姐问这个做什么？随便问问，你是我的奴才，我总得知道你以前是干什么的。奴才以前在马厩里待过，在铺子里干过，在街上讨过饭，被人打过，被人骂过，被人当狗一样撵过。不是演的，是真的难受。这些话他前世听过多少？小姐，燕窝要凉了。阿昭，在。你以后在我这儿不用动不动就跪。小姐的意思是？你是我的奴才，只要你好好当差，我不会让人欺负你。我的人，我自己护着。是，奴才记下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昨儿明明丢了，怎么比平时舒服些？账册上的窟窿太大，光靠我自己查到来年也查不完。我需要一个能直接压得住2房的人。沈润，秋雨，小姐，这鞋昨儿不是丢了吗？不是你找到的？奴婢没有啊。不管了，跟我去找我哥。小姐，大少爷这会儿8成还没起呢。起了，他那个人睡不住懒觉。小姐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他们都以为哥哥只会斗鸡走狗，睡到日上3竿。可前世我才知道，他每天卯时就起，偷偷去演武场练枪。外人都说他是纨绔，可哥哥从来不是。少将军死前带兵冲了3回敌阵，第1回丢了左臂，第2回身上中了7箭。老子是沈家嫡长子，老子不冲谁冲？我妹妹还等着老子回去给她撑腰呢。父亲不愿儿女过刀尖舔血的日子，哥哥知道，所以从不表现出来。他只是每天不亮，偷偷用功。哥哥从来都不是外人眼里纨绔。账目的事不能直接是说，哥哥若知道2房有问题，能当场去掀桌子，打草惊蛇。哭什么哭？让你端个茶都能洒了，养你有什么用？母亲，我不是故意，不是故意。2房的庶女沈念，她娘是府里的丫鬟，生完她就没了。这孩子在2房日子不太好过。沈家不是叛贼，沈家不是叛贼，你们别碰他。沈念，她那时候才多大？14。你那个妹妹倒是个硬骨头。哪个妹妹？弱不禁风的一个小丫头。这些日子，她一直在外面转线。她想做什么？想把你从我身边带出去。那你别想跑，你这辈子都得在本王身边。前世我不过随手赏过她几口吃的，她却记了一辈子。在我最狼狈的时候，是她替我守着母亲；在我被囚禁的时候，也是她豁出命想救我。来人，给我按住他！今天不给他点教训，他不知道这府里的规矩。住手！哟，是囡囡啊，怎么有空到这边来了？姐，大小姐，疼吗？不疼。别怕，有我在。前世她这个年纪，已经敢用命护着我母亲了。阿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呦，奶奶，这是我房里的奴才，不听话我教训教训。你一个大小姐，别管这些闲事。奴才？她是我沈家的姑娘，怎么就成了奴才？堂姐，她一个丫鬟生的，算什么姑娘？我娘教训自己房里的人，轮得到你管？沈英前世跟林婉儿玩得好，没少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我的首饰有一半都被她借走，再也没还。奶，一点家事不值得你操心。这丫头清早端茶洒了，我教训教训她，也好让她长点记性。谁准你动了？奶奶，这是2房的事。2房的事？这是我沈家的府邸，怎么2婶这是想要分家了？奶奶这话说的，都是一家人，分什么你我？一家人？那你提什么大房2房？我沈囡囡在这府里，还没听说过什么事儿是我不能管的。大小姐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念姑娘是2房的庶女，2太太管教自己的孩子，天经地义。您虽是嫡庶大小姐，可也管不着母训孩子吧？太久了，我都忘了。我曾经也是京城里出了名的嚣张跋扈。天经地义？你一个奴才跟本小姐谈天经地义？奴才说的是理。理？秋雨，张嘴，给我狠狠的打！你个丫头片子，打我！小姐，小姐，站稳。奴才冒犯了。
冒犯？你前世冒犯我的时候可没这么客气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小姐走得太急，没带我。楠楠，你这是教训长辈。长辈，二婶，我叫你一声二婶是给你体面。我爹娘不在家，这府里谁说了算？一个庶女而已，你想管？改日二婶送你几个好的，这个留我这儿慢慢教。不用，我就要这个。二婶要是没事，我就带着丫头走了。对了，我哥那边还等着我呢，就不陪二婶闲聊了。小丫头片子，走着瞧。你叫沈念，是多大了？13。13。前世他敢去敲摄政王府的门时，也就15。沈念，你听着，以后你跟着我住梧桐院。你想学文还是想学武？奴婢，你不是奴才，你是我沈家的人，想学什么告诉我，我请先生教你。我想……不急，慢慢想。带他回梧桐院，找身干净衣裳给他换上，再弄点吃的。是，小姐。有事？小姐，对谁都这么好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奴才只是好奇，小姐对别人好，是因为他们有用，还是……她是我妹妹，我对自家人好，有问题？自家人？她姓沈，奴才也姓沈吗？你笑什么？奴才没笑。你明明笑了。小姐看错了。这人的心思真是太难拿捏了。让开，我要去找我哥。小姐慢走。阿张。在。你方才接我那一下，接得挺稳，练过？奴才以前在集市接过从马上摔下来的货。接过从马上摔下来的货，撒谎都不打草稿。哦，那以后我要是再摔，就靠你了。奴才遵命。阿超，你知不知道你的手刚才放哪儿了？那是你该放的地方吗？奴才越矩了，请小姐责罚。责罚？怎么罚？下次要扶就扶稳了，别扶一半就松手。刚才谢了。小姐没事就好。阿昭。在。你刚才在想什么？奴才在想，鞋我收到了，挺好看的，洗干净了，比原来还好看。小姐，您走得太快了，刚才怎么回事？那婆子怎么突然不动了？什么不动了？就那婆子本来要拦您的，突然就站那不动了，跟被点了穴似的，可吓人了。刚才那婆子不动，是因为她萧云昭杀人之前也是那种眼神，淡淡的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，然后下一秒人就没了。凉的是，这人果然从一开始就不是什么善茬；热的是，他用这种眼神护的是我。大小姐，大少爷昨晚喝多了，这会儿睡得正沉。哥，沈润，着火了！楠楠，你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真着火了。不起来，那我走了。别，妹妹找我什么事儿？说要什么？银子、首饰，还是要揍谁？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我要什么他就给什么。哥，我有正事。什么正事？谁欺负你了？哥去揍他！没人欺负我，我想要账房的钥匙。账房？你要那玩意儿干嘛？我要管账。楠楠，你开什么玩笑？你连自己月钱都算不明白，管什么账？你真要管？为什么？不能告诉他二房有问题，说了他能直接冲去二房把同事拎出来对质。我想学，爹娘不在家，我是嫡女，总不能什么都不懂。楠楠，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？什么？二房那边有些不对劲，但我没证据，也不好说什么。你知道？知道一点。同事那个女人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，可咱爹不在，我也不好直接跟二叔翻脸。再说我一个纨绔管这些事儿，别人也不信啊。哥，你会帮我吗？废话，你是我妹妹，不帮你帮谁？行，我妹妹想学，那就学。要什么账册，哥去给你拿。账房不给。不给？谁不给？统管事。反了他了！走，哥带你去。
大少爷、大小姐，什么风把您二位吹来了？大少爷，大少爷，这是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妹妹要账册，你为什么不给？这是规矩啊！府里的账目向来是二房夫人掌着，大小姐要看得。涉嫌什么？我爹是镇北将军，我妹妹是嫡出大小姐，看个账册还要别人同意，你是活腻了。楠楠，进来，要什么搬什么。活着真好，都活着真好。行了，以后谁敢拦你，告诉哥，哥揍他。楠楠，你干嘛？没什么，哥，你以后少喝点酒。行，我听妹妹的。姐姐，沈念，姐姐，我帮你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秋雨姐姐让我在院子里等着，说等姐姐回来谢恩。姐姐，我力气大，我帮你搬进去。姐姐，我放好了。看见了，放的挺好。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秋雨姐姐给我吃了好多好吃的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饱。以后天天都能吃饱。姐姐，那个哥哥。哪个哥哥？他怎么了？他看您的眼神，什么眼神？和我看您的时候一样。什么？我从小没人疼，您是第一个对我好的人。我这条命是您给的。那个哥哥看您的眼神，就是想把命给您的样子。那时候我只觉得怕，可现在，小孩子家的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行了，你先去找秋雨吧，早点休息。是姐姐。醒着的时候总像只张牙舞爪的小猫，睡着了都乖得很。王爷，不要！谁是王爷？这床太软了，被子也太香了，像假的一样。嘘，姐姐，那个人很危险。楠楠，躲什么？本王又不会吃了你。醒了，做噩梦了，叫得那么大声。楠楠，你知不知道，你越是这样，本王越想欺负你。王爷，怕什么？本王又不会真的弄死你，你是本王的命。莫白，主子去查京城里的王爷，谁跟沈家接触过？所有是，那几个见过他的王爷，每一个都要查清楚什么时候见的，在哪儿的，见了多久，说了什么。尤其要查有没有人和沈楠楠单独相处过。是，看不透他为什么怕我，看不透他为什么对我恨不他那双眼睛，有时候看着却像是在看另一个人。王爷，他梦里叫的是王爷。小姐昨晚没睡好，做了个梦。什么梦呀？说什么？说我梦见前世那个疯子。没什么。他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，说不出来哪里不一样，只是感觉。阿昭，在。昨晚你守夜了？是。昨晚小姐睡得可好？他问这个干什么？还行。那就好。奴才还以为小姐又做梦了。小姐梦里的那个人会让小姐怕吗？这人怎么好端端问这个？难道我昨晚在梦里真说了什么？你在说什么呀？昨晚奴才在廊下听见小姐喊了一声。我不会真叫出声了吧？喊什么了？没听清。风大。王爷好像是什么王爷？你听错了，我怎么可能喊什么王爷？是吗？那应该是奴才听错了。他还不是他，现在没必要怕他再次缠上来。阿昭，是。今天陪我出趟门。小姐要出门？去福泰隆。小姐，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出门有事。出门？
您这副模样要去哪儿？行了，我这办账不比外头那些公子哥差吧？小姐，您这样要是被夫人知道……看什么看？走了。是小姐。什么小姐？叫少爷。你看哪儿呢？少爷，本钱太足，不小。什么本钱？你！他笑了，这狗东西居然笑了！秋雨，去给我拿束胸。小姐，您说什么？束胸，绑身子的那种，快！太紧了，紧得我都快喘不上气了。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。是，少爷。憋住，不能露馅儿，走几步而已，忍忍就过去了。少爷，喘不上气？没有，脸都白了。你看错了。要不，奴才帮少爷送送。你，奴才见语了。少爷别急，喘不上气的时候，越急越喘不上。好点了吗？不用，我好得很。走。福泰隆明面上做丝绸茶叶生意，背地里是太子的钱袋子。二房那些流出去的银子，最后都奏进了这里。叫你们掌柜出来。这位公子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有事，赚钱的事，跟你们掌柜谈笔大买卖。公子稍等。这地方不简单。这位公子不知有什么大买卖？听说你们这儿什么生意都接，那得看是什么生意。我有笔银子，想出京，不走官道，不走钱庄，你们接不接？公子这话小的听不太懂。听不懂就算了，我找别家。公子留步，敢问公子这笔银子是哪来的？你管哪儿来的，能赚抽成就行。公子里面请。这地方前头做买卖，后偏藏门道。公子方才说有笔银子想出京，不知是多少？50万两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公子能拿出这么多银子，不知公子府上是……开始套话了。我爹不让说。公子说笑了。没说笑。你们要是接，咱们就谈抽成；要是不接，公子留步，接当然接。只是公子有所不知，这种大额出京银子，咱们这边得登记来历，这是规矩。规矩？前世我可是知道，福泰隆最出名的就是不问来历。这人在试我。规矩？我听说你们这儿最大的规矩就是没规矩。这地方果然有问题。是他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公子认识那人？刚才那一下愣神太明显了，这掌柜肯定起疑了。不认识，就是觉得那人穿的挺好看，我也想弄一身。公子说笑了。这样，公子这笔买卖我做不了主，得问问东家。公子3日后可再来一趟。他起疑了。行，3日后我再来。别回头，有人跟着。那个人为什么会在福泰隆？站住！抓住那个小白脸儿！果然起疑了，跑！掌柜起疑，不是因为我说错了什么，是因为我看见那个人时的反应。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。不行了，我跑不动了，真能装！前世那个一人当几10个都面不改色的劲头呢！少爷，沈楠楠，这是哪儿？软的，热的，之前咽着喘不气的胸口束缚感竟然完全消失了。我束胸呢？少爷醒了。软的，热的，贴上来的时候好像还停了一下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少爷昏过去了，奴才找了个地方安置。大夫来看过了，说少爷是束得太紧，又跑得太急，喘不上气，没大事，歇歇就好。那你也不能？不能什么？少爷先喝药。你看什么呢？奴才没看。你明明看了。
少爷看错了。那我的嘴唇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少爷跑的时候摔了一跤，磕的。你当我3岁小孩？我昏过去的时候，你有没有？有没有什么？少爷先喝药，有什么话喝完再问。我最怕喝这种苦药。苦死了！那个，你怎么随身还收着糖？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客栈。客栈。少爷这副样子实在没办法恢复，少爷这副模样回去怕是……这副样子回去确实说不清楚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出去，我收拾一下。还有事儿？少爷，刚才问的问题，少爷想问什么？少爷想问奴才有没有对少爷做什么，是吗？这让我怎么问得出口？少爷先歇着，奴才在门口守着。少爷放心，奴才没做什么，少爷不让做的事，奴才不会做。那如果让做的呢？萧云章，你这个狗东西！少爷，衣裳买回来了。进来。小姐喝点水，换好衣裳，奴才送小姐回府。这尺寸，你怎么知道我穿多大的？现在什么都还没发生，那就是我昏迷的时候，他肯定看见了。阿昭，你看着我。你方才说我嘴唇是磕的，磕哪了？磕你嘴上了？在。阿昭，我问你话呢。少爷，水要凉了。少转移话题。阿昭，你是不是趁我昏迷亲我了？少爷问奴才磕哪儿了，奴才若是说磕奴才嘴上了，少爷打算怎么办？还是说少爷想问问细节？阿昭，在，奴才在。你松手！奴才僭越了。这人怎么？行了，你出去吧，我换衣裳。还有事。少爷。少爷，刚才那个不是亲，那个叫肚脐，亲的话比那久。滚！奴才滚了。少爷换好衣裳，喊一声就成。少爷，又怎么了？奴才也闭眼了。给少爷渡气的时候。这人什么意思？萧云章，你这个狗东西！那个人是谁？有意思。阿朝，在。今天的事不许说出去。奴才明白。少爷，以后别勒了。大夫说再勒会影响。影响什么？你！奴才多嘴了。登徒子。楠楠，系上这个，你就跑不掉了。前世，他每次带着一身寒意回来，都要先抱我。这个疯子！秋雨，哎呀，这谁放的？真好看。阿昭呢？打水去了。他一个侍卫打什么水？奴婢也纳闷，昨下人打了满满一大缸水，早起就没了。那个阿昭一声不吭就去打水了，怪怪的。怎么怪？说不上来。奴婢瞧着他发尾都还是湿的，那一缸凉水怕不是他洗澡用掉了。这大冷的天，亲的话比那久。行了，别瞎想。帮我梳头。他半夜进来的，我睡得太迟，什么都没听见。可他只是放了只桃花，什么都没做。小姐，您脸怎么红了？热的。
今儿天气不错。小姐，裴公子来了。你说谁？裴公子，你那位未婚夫，他在前厅候着呢，说是来给大小姐送东西的。楠楠，我也没办法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沈家兵败的消息刚传出来，他就和父亲划定界限，什么青梅竹马，什么未婚妻都是假的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更衣，慢慢更。可裴公子等着呢。等着就等着，他是客，我是主，他等得起。前世我见裴然总是精心打扮，恨不得把最好的首饰全戴上。那时候我真喜欢他，喜欢到以为这辈子今日梳个什么发髻？随便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人。把阿昭叫来。小姐，让他进来。他不是我院里的人吗？过来伺候，有问题？过来。好看吗？小姐戴什么都好看。冠是会敷衍。这个呢？不好。为什么？他可不会说太晃了，晃得别人会盯着我看。嘴唇还疼吗？阿昭在。那个桃花你放的？早上路过看着好看，顺手摘的。顺手？手给我看看。给小姐摘花的时候被刺扎了一下，好疼。前世伤成那样都没见喊疼，这点小口子，再过一会儿怕是都要好了。怎的这般不小心？哎呦，都破皮了呢。不能再靠近了，再靠近会忍不住。走了，跟我去见那个姓裴的。姓裴的。